台湾有句俗语，菜虫吃菜菜绞死。这句话说的是那些贪得无厌、吃干抹净的人，最终往往难逃恶报。对于2012年底落网的台湾内政部前消防署长黄继敏来说，这句俗语简直是他人生下半场的缩影。他在任内胆大妄为，利用职权将民众的救命钱视作私人的提款机，最终因涉嫌贪污巨额公款而被起诉。媒体将黄继敏形容为现代版和珅，这并非空穴来风。和珅以贪婪闻名，而黄继敏在消防署长任内的所作所为，其敛财手段之精、数额之巨、官商勾结之深，在台湾警消界历史上前所未见。台北地检署在2012年底侦结此案时，认定黄继敏在任内涉及多项采购弊案、收受贿赂、洗钱、伪造文书，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判决创下了台湾贪官遭囚处最高刑度的首例。与他一同被送上审判席的，还有包括他哥哥黄文宙在内的11名前官员和商人。黄金与情人是黄继敏人生中最沉迷的两样东西，也是最终将他推入深渊的双重推手。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一起看看号称现代版和珅、台湾前消防署长黄继敏的贪腐人生。黄继敏的发家史可以追溯到2002年，那年50岁的他被提拔为消防署长。从表面上看，黄继敏出身警界基层，资历深厚，人脉极广，且为人长袖善舞，深得高层长官的欢心。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升迁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当时的台湾政坛，所谓的买官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它折射出的是一种病态的政治交换。据媒体深度挖掘，黄继敏之所以敢于开出1000万新台币的天价，是因为他早已精算过这笔投资的盈利率。当时正值陈水扁当政时期，官场风气复杂，黄继敏深谙权力先行、金钱开路的法则。他通过各种关系网，将触角伸向了官场深处的第一夫人吴淑珍，试图通过走后门实现仕途的撑杆跳。这种买官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期权的买卖。对于黄继敏而言，1000万仅仅是敲门砖，他看重的是消防署长这一职位背后所掌握的高达数十亿的采购审批权。这种带病提拔直接导致了后续监管的集体失灵。当一个人是用钱买来的官位，他上任后的第一要务绝非服务公众，而是通过公权力的变现来冲抵成本并谋取暴利。他不仅在人前表现得长袖善舞，更在私下里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金权互助会。他利用自己在警界的深厚资历，在上任初期便迅速清洗了关键岗位的反对势力，安插亲信。尤其是将情人许碧兰安插在会计室主任这一核心岗位上，实际上是为后续的贪腐行为预先安装了防火墙和消音器。深度分析来看，黄继敏的权力运作呈现出一种家族化与私人化的特征。他不仅把公权力当成自己的私产，更把台湾政党防灾经费当成了自家的零钱罐。这种权力的极度膨胀，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必然走向腐败的深渊。他对待下属的苛刻，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制造威压感来封住他人的嘴，让下属在面对明显违规的招标要求时，因为恐惧而选择盲从或沉默。这种以金钱铺路的权力逻辑，或许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他任内必然会变本加厉的回本。他在事业上表现得雷厉风行，对下属严格苛刻，让许多人在他面前敢怒而不敢言。这种强势的作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失落。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黄继敏，在家里却是个标准的妻管严。他与妻子陈素霞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素霞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家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事事都要以他为主。由于黄家人有着浓厚的重男轻女观念，陈素霞在生下儿子黄玉生后，更觉得自己是黄家的功臣，在家里可谓一手遮天。这种极度压抑的家庭氛围让黄继敏对婚姻生活彻底绝望，他只能在事业场和权力游戏中找回一个作为男人的威信和尊严。2002年晋升署长，对他来说不仅是仕途的飞跃，更是开启贪婪之门的钥匙。成为署长后的黄继敏开始频繁出入各类社交场合。在一次私人聚会上，他看着那些高官要员身边环绕着年轻漂亮的伴侣，心里失衡了。相比于家里的河东狮，他渴望能有一个温柔的港湾，一个能听他倾诉、让他掌控的女人。不久，他在行政院办事时遇到了主计总处的秘书许碧兰。35岁的许碧兰长得风韵犹存，因为工作关系，两人曾有过数面之缘。
那时的黄继敏正带着猎捕的心态观察着身边的女性，而许碧兰的出现恰好填补了他内心的空缺。机会很快来了，一次黄继敏顺路送许碧兰回家，在车内他向许碧兰大肆倾诉家庭的痛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强势妻子压迫的凄楚可怜的受害者。许碧兰虽然听过他妻子的传闻，但此刻看到这位高官如此低姿态，不由得心生怜悯。就在分别之际，黄继敏试探性地握住了他的手。许碧兰虽感到突兀，但碍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并未强烈反抗。没过几天，许碧兰主动致电黄继敏，因为他的家人犯事被扣，急需疏通。曾任职警界的黄继敏自然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这件事。为了报答，许碧兰请他吃饭，在酒精和暧昧气氛的烘托下，两人跨越了底线。很快，许碧兰便从一个小秘书被黄继敏一路提拔为消防署会计室主任。这个位置至关重要，因为他从此成了黄继敏贪腐账目的最隐秘守护者。有了情人的温存，更有了权力的加持，黄继敏开始构建他的贪腐王国。从2002年到2006年间，他主导了多项重大消防采购案，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 U-7E-H 直升机监控派遣监控系统。这是一个涉及总金额高达6亿多元的庞大项目，涵盖了7项关键通信设备。黄继敏的贪腐手段并非简单的索贿，而是极具技术含量的定制化围标。以 U-7E-H 直升机监控派遣监控系统为例，他指示手下在标案的规格说明书中刻意加入许多只有特定厂商及他胞兄黄文宙关联的公司才能满足的技术参数。这种做法在行内被称为绑规格。他甚至亲自运作，要求标案承办人违法配合。若有人提出异议，他便利用署长的权威强力压制。更令人发指的细节在于，他为了确保回扣空间的最大化，不惜在设备质量上大打折扣。那些被吹嘘为国际领先的防灾通讯设备，实际上多是过时或不兼容的劣质产品。在招标过程中，他甚至略过了实际访价环节，直接采取提高报价的方式来虚增预算。这种操作让他不仅能从厂商那里拿到40%的干股回扣，还能通过虚报成本2次获利。检调人员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黄继敏对于贪污细节的把控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精确。在黄文宙住处搜出的那本带有星星标记和 B 代号的秘密账本，详细记录了每一笔回扣的流向，每一个星星都代表着一个成功落袋的标案，而 B 则是黄继敏 boss 的化身。这种结构化的贪腐模式让消防署的采购体系彻底沦为了他个人的提款机。他利用台湾国际标准电子公司等影子公司，将原本应该用于救灾的高科技设备变成了一叠叠厚厚的金砖和外币。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贪污，在道德上则是对民众生命的极大亵渎，因为它浪费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防灾救灾中最宝贵的时间和通讯效率。这些钱每一分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却被黄继敏通过这种极其隐秘且卑劣的方式收入囊中。为了给两人幽会找个安全的地方，也为了存放这些见不得光的黑钱，黄继敏动用了他拿到的第一笔大额汇款。他以哥哥黄文宙的名义，在台北前大亚百货大楼买下了一套约14平、约46平方米的小套房。这间套房虽然不大，却装修的简约高雅，不仅有一房一厅，还配有全套的小厨房和卫浴设施。在这里，黄继敏设置了严密的接头暗号，他通常会在下午5点下班前给许碧兰打电话，如果他那天有空，就只说一句星期三，许碧兰若能出来，也重复一句星期三。这种如同特务接头般的通关密语，让即使是专业的监听人员在初期也一头雾水。在这个秘密爱巢里，黄继敏不仅藏着他的小三，更开始藏匿他的金砖。他深知现金容易被查，于是开始将受贿所得大量兑换成黄金。在后来的搜查中，检调人员在这间套房的床下旅行袋里，一次性就翻出了重达2公斤的金块。这里成了黄继敏避开妻子查哨，享受畸形情感与贪欲的私人领地。随着受贿金额的滚雪球式增长，如何将这些巨额黑钱洗白，成了黄继敏每天研究的课题。他深知在现代金融监管下，单纯的现金存放风险极大，于是他构建了一个以亲情为纽带，以投资为幌子的家族式洗钱网络。他将目光投向了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黄玉生。为了掩盖资金来源，黄继敏先是以儿子的名义，在台北黄金地段购置了价值数千万的豪宅，并故意让儿子背负了2500万元新台币的房贷。这种倒挂的操作极具迷惑性，一个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背负巨额贷款，
在外人看来似乎手头并不宽裕，但实际上，黄继敏早已通过海外账户和地下钱庄分批次将黑钱汇入，直接现金偿还房贷，以此制造金流断点。不仅如此，黄继敏还以儿子的名义豪掷4000万元新台币投资补习班。此外，他还没忘记利用外币交易投入1000多万元进行外汇买卖，进一步分散资金风险。他的胞兄黄文宙则成了他最信任的影子合伙人。黄文宙不仅替他代持公司，还利用个人及公司名义，先后替他藏匿了多项采购案中的汇款，金额高达1924万元。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其稳固的利益同盟。黄继敏在前方利用公权力魏标，黄文宙在后方负责收钱和分账。这种通过教育产业洗钱的手段，体现了黄继敏对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挑衅。他之所以选择补习班，是因为这类机构现金流庞大且分散，极易通过虚报学生人数或隐匿学费收入来掩盖黑钱的注入。他通过每年的投资分红，将赃款以合法收入的形式分批次领回，金额高达400万元之巨。这实际上是为儿子黄玉生量身定做的洗白计划，试图将家族的财富基因从非法转型为合法。他的洗钱路径还延伸到了国际外汇市场和海外房产。他不仅利用儿子的名义进行1000多万元的外币交易，还通过胞兄黄文宙将3500万元巨款汇往新加坡。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漂移，旨在利用司法管辖权的差异制造侦查障碍。在黄继敏看来，不动产是固定的堡垒，黄金是流动的护身符，而外币则是逃亡的通行证。他购买的石碇农场和台北小套房，并非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将资产实物化，防止因为货币贬值或银行账户冻结而导致财富缩水。深度审视黄继敏的家庭财务，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家庭每月的卡费甚至能高达100万，且全部由黄继敏拎着现金去柜台支付。这种极力避免电子留痕的行为，暴露了他极度的反侦查心理。他把妻子陈素霞培养成了一个挥金如土的奢侈品信徒，把子女培养成不学无术、坐享其成的富二代，其代价是整个家族价值观的彻底崩塌。当儿子黄玉生被通缉并流亡海外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他用赃款为孩子铺就的不是黄金大道，而是不归路。这种以爱为名的腐蚀，最终导致了父子俩天各一方、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在下属和外界眼中，黄继敏行事极其低调，他不入酒家，不去风月场所，甚至连重要的通话都会警觉地避开。这种近乎清修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令人啧舌的豪奢世界。黄继敏深知，要让家里那位强势的妻子陈素霞闭嘴，最好的方式就是金钱攻势。为了补偿自己在情感上的背离，也为了封住妻子的口，他开始疯狂购买奢侈品。陈素霞的衣帽间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奢侈品博物馆，30多个进口名牌包整齐排列在展示柜中，4个巨大的衣柜里塞满了价值不菲的华丽服饰、水晶项链、限量名笔和各类珠宝，琳琅满目。这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公务员范畴。陈素霞儿子和女儿经常出入境旅游，在百货公司血拼，有时每个月的信用卡费竟然高达近100万元新台币。对于这笔巨款，黄继敏从不转账，而是直接拎着厚厚的现金袋去柜台缴纳，就是为了不留下任何电子交易记录。这种现金至上的原则贯穿了他贪腐生活的始终。2009年8月，莫拉克台风88风灾席卷台湾，南台湾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当全台湾都在为高雄小林村的惨剧流泪时，黄继敏却在应变中心里演戏。他那著名的劳累昏倒被后来的评论者讥讽为演技直逼影帝。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原本应该发挥中枢指挥作用的救灾通信平台指挥车，在小林村最需要紧急救援和通讯恢复时，竟然因为系统崩溃、信号无法接通而瘫痪在原地。这座斥资数亿打造的所谓移动指挥塔内部设备竟然是拼凑而成的垃圾品。由于黄继敏在采购时为了拿回扣而允许厂商降低规格，导致这些车辆在极端恶劣的天气环境下完全无法运作。这种形同废铁的设备在关键时刻直接断绝了灾区与外界的生命联络线。深度分析黄继敏此时的心态，他或许在昏倒的那一刻，内心充满的不是对灾民的愧疚，而是对这些废铁可能会暴露其罪行的极度恐惧。他利用灾难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卑劣的政治对冲。他希望通过建立无懈可击的正面形象，
来压过那些已经开始流传的腐败传闻。然而，正义的逻辑往往在细节中显现。正是因为这些设备在实战中的拉胯，才让原本因为它的淫威而奚若寒蝉的基层官员和相关厂商开始感到不安和愤怒。民愤的积聚和内部人员的举报，最终成为了推倒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表演，在数百条人命的血泪映衬下，显得如此苍白和可比。这种极端的反差，也成了后来法院对其从重判处的重要心理基调。这场灾难成了他权力的转折点。虽然他博得了英雄名声，但同时也引起了内部人员和相关部门的注意。或许是因为心虚，或许是因为听到了某种风声。风灾过后的同年10月，黄继敏出人意料的以健康问题为由，突然申请退休，结束了长达7年的署长生涯。退休后的黄继敏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他脱下官服，摇身一变，成为了台塑总管理处的副总经理兼麦寮厂区总厂长。在商界，他依然如鱼得水，利用他在任时积累的人脉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退休后的他，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不再需要顾及官员的身份，开始频繁出入各种应酬。据陈素霞后来揭露，他经常早出晚归，喝得醉醺醺，带回满身的酒臭和各种香水味。这种生活让陈素霞感到权力逐渐脱离掌控，夫妻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在经济上，黄继敏开始了最后的疯狂。他将之前藏匿在兄长和公司名下的黑钱疯狂提领。他曾一次性领出1800万元，与知名的免税店业者合资成立保安公司。但由于担心股权登记会暴露资产，他很快又选择了退股，并迅速将这笔现金全部兑换成了金条和金块。此时的黄继敏已经近乎偏执地迷恋黄金，他认为黄金是最稳妥、最难被追踪的资产。除了藏在秘密套房里的金块，他甚至在台塑的办公室里也私藏了大量黄金。此外，他通过洗钱手段将3500万元新台币汇往新加坡的海外账户，用于购买台北的小套房以及位于石碇的农场。他仿佛在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金钱堡垒，准备迎接他预感中的风暴。然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黄继敏与许碧兰的地下情在退休后也走到了崩塌的边缘。许碧兰虽然掌握着黄继敏大量的贪腐内幕，并借此在消防署步步高升，但随着黄继敏权力的消散，他内心的安全感也随之消失。他看着黄继敏依然花心不改，在外面拈花惹草，甚至对他开始变得多疑和易怒，火气也不断往上冒。许碧兰深知黄继敏的真面目，他曾对手下私下表示，黄继敏现在穿着官服还装得一本正经，一旦脱了这身皮，他会比任何男人都疯狂。这种恐惧逐渐取代了爱意。为了寻找退路，许碧兰开始悄悄收集证据，甚至买了10几个情趣用品来笼络黄继敏，但内心的裂痕已经无法修补。最让黄继敏感到恐惧的是，他的眼线告诉他，调查局已经盯上了他在任期间的标案。这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让他变得极度敏感。他开始怀疑是许碧兰走漏了风声，这种怀疑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暴力冲突。2011年8月，对于黄继敏来说是风声鹤唳的开始。台湾检调部门正式开启了对他的监听程序。尽管黄继敏通过他在警界和政坛多年经营的庞大关系网，早已感知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但他并未收手，反而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自我毁灭逻辑。他的眼线极其灵通，甚至连调查人员在追查相关厂商资金流向时，涉案厂商都会收到风声，反过来提醒黄继敏小心被盯上。在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下，黄继敏变得极其警觉。他在电话中不再直接谈论任何金钱细节，一旦话题涉及利益，他会迅速以后再说，电话里别讲或者回家再说来打断，哪怕对面是他的妻子陈素霞。然而，最让他抓狂的不是外部的压力，而是内部的反水。许碧兰开始拒绝他的约见，这种反常的行为在多疑的黄继敏看来，无异于一种公开的背叛。他开始怀疑是掌握他所有秘密的许碧兰向检方递交了资料。2011年底，在一场极度压抑的对峙中，黄继敏破坏了两人多年来守口如瓶的星期三通关密语，强行将许碧兰劫持到了那个作为他们爱巢的14平套房里。在那间曾经充满温存的小屋里，黄继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单刀直入地质问许碧兰是否在背后扯他后腿，是否已经出卖了他。许碧兰拼命否认，但在失去理智的黄继敏面前，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拉扯纠缠长达1个多小时。许碧兰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才挣扎着逃出套房。这次暴力事件彻底断送了两人最后的一丝情分。意识到末日将近的黄继敏开始疯狂转移资产，他通过复杂的洗钱渠道将数亿元资金转入日本账户，并让妻子去百货商场一口气买回10几个超大型旅行箱。这些箱子不是用来旅行的，而是为了在逃亡时装满他的金条和外币现金。黄继敏的逃亡梦最终碎在了2012年的那个清晨。8月29日凌晨，检调部门收到一条绝密情报，黄继敏已经回到信义区的豪宅，正准备搭车南下云林。办案人员意识到，如果错过这个时机，黄继敏极有可能潜逃出境或毁灭证据，于是决定立即收网。这场雷霆般的搜索行动揭开了台湾贪腐史上最奢华的一幕。检方先后发动了7次大搜索，最终查获的财物规模令人震惊，重达近20公斤的黄金，其中包括15块1公斤重的纯金金条，数千万的新加坡汇款，以及包括日币、美金、港币在内的各种外币，总价值折合新台币数千万元。当办案人员进入那个秘密的14平爱巢时，眼前的景象更像是一部荒诞剧。在床板底下的旅行袋里，赫然躺着2公斤黄金和500万元现金。床头柜上不仅有许碧兰的精致名牌，还整齐地摆放着10几件各式各样的情趣用品，甚至还有30多个装着高档燕窝的带盖瓷壶，以及一男一女的高档浴衣和睡衣。这些细节无声地诉说着黄继敏在权力和贪欲包裹下的病态私生活。黄继敏精心构建的防线，在他被捕后的第1周内就彻底崩溃了，而推倒第一块骨牌的正是他最信任的亲哥哥黄文宙。黄文宙在面对检方的铁证和心理攻势时，选择了转为污点证人。他详细交代了兄弟2人如何配合厂商围标，如何按46分账收受回扣，并主动供出了那份带有星星标记和 B 代号的秘密账本。他甚至亲自指认了那套存放黄金的小套房。他的一句弟弟美案必贪，彻底撕碎了黄继敏最后的伪装。然而，最沉重的一击来自他的妻子陈素霞。当陈素霞在媒体上看到黄继敏不仅贪污，还背着自己养情人、藏金砖，甚至连情人的睡衣和名字都被曝光时，这个在家中掌控一切的女人彻底崩溃并狂怒了。为了报复丈夫的背叛，陈素霞在接受调查时也选择了不再隐瞒，揭发了黄继敏更多的罪行。曾经的救灾英雄，在这一刻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现代和珅。而那个被他视为心腹，甚至为他暴力出手的许碧兰，据传正是向检方递交匿名资料的神秘举报人。这种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背叛，或许是比牢狱之灾更让黄继敏感到锥心刺骨的惩罚。2012年底，台北地检署侦结此案，黄继敏被认定的罪行涵盖了贪污、图利、收贿、洗钱、伪造文书等数项重罪。检方在起诉书中痛批黄继敏利用民众的救命钱中饱私囊，严重败坏官箴，恶性重大，因此对他求处了台湾贪腐案中极罕见的无期徒刑。案件的审理过程漫长而复杂，在法庭上，黄继敏依然维持着他那标志性的首长口吻，慢条斯理地坚称我没涉案。但正义的审判不会因为他的辩解而缺席。2017年7月，一审判决结果出炉，法院认定黄继敏涉犯11项贪污案，收贿总额远超起诉时的数额，达2076万元新台币。法院最终判处他18年徒刑，并没收所有不法所得。2022年4月，经过2审，虽然部分标案被认为证据不足，但由于整体犯罪事实明确，改判其有期徒刑16年，剥夺公权8年。一审于2017年7月间宣判，认定黄继敏涉犯贪污11案，其中9案收贿，2案图利，又犯洗钱防治法隐匿重大犯罪所得2罪，以及伪造公文书罪，判他应执行18年徒刑，剥夺公权8年，不法犯罪所得远超过台北检方起诉金额，经计算为2076万元，依法没收。即使在铁证如山的法庭上，黄继敏依然沉浸在他曾经的权势幻觉中。他保持着那种慢条斯理、居高临下的首长口吻，不断地用专业术语和程序瑕疵为自己辩解，坚称自己只是行政疏失而非刑事犯罪。这种顽固的态度被法官视为毫无悔意，也是一审判处他重刑的关键原因。这场长达10年的马拉松式审判，其实是对台湾反贪体制的一次严峻考验。
黄基敏利用庞大的律师团，在二审过程中不断质疑证据的关联性。二审法院虽然在2022年审酌其中一项标案证据不足，将刑期稍微调减至16年，但这并未改变他贪腐成性的定性。没收的2066万元犯罪所得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财富或许早已随其子的潜逃而散失在海外。黄基敏的案例深度点评来看，他代表了那种高智商、高职位、高隐蔽性的贪官标本。他熟读法律，所以钻法律的漏洞；他懂得通讯，所以毁掉救灾的通讯。他用黄金垒砌了自己的尊严，却没发现这尊严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当他的妻子在法庭上愤怒地揭发他的私情，当他的哥哥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分赃细节，这种亲情的瞬间反戈，是对他多年来唯金钱论、唯利益论的人生观最响亮的耳光。此外，他的儿子黄玉生因涉嫌协助洗钱约6000万元，早已被检方通缉并潜逃海外。这个曾经看似完美的精英家族，最终因为贪欲而分崩离析。黄基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权力失控与人性异化的极佳样本。他曾是备受赞誉的救灾英雄，在镜头前因过度劳累而昏倒；他也是极尽奢华的贪腐恶霸，在床底下铺满金块。这种双面人生最终在2012年的雷霆搜索中合二为一。他曾以为黄金是最稳妥的避风港，却没想到沉重的黄金最终成了把他推向深渊的砝码。他曾以为情人是慰藉心灵的港湾，却没料到背叛往往产生于最亲密的接触。菜虫吃菜，菜脚死。黄基敏用他下半生的自由验证了这句台湾老话。他在消防署长任内积累的所有权势与财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冰冷的铁窗。黄金没有为他带来奢华的晚年，却为他打造了一座无形的可怕的牢笼。这不仅是一个贪官的末路，更是对所有手握公权、心存贪欲者的深刻警示。在救命钱上的每一分掠夺，最终都会变成扼向自己喉咙的绞索。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